文杰，我现在是在西摩的无极成都旗舰店，这边是660的交车仪式，我们也借到了这台 22660S 试驾车，应该是目前国内最强的中排量4缸机，看一下动态以及细节的一些表现。OK， 话不多说，上车。首先坐上来啊，落脚感是特别好的，恰好卡在这个挡杆和脚踏之间。我身高1.7米，腿长参考算175的身高，全脚掌着地的同时，腿部有一个自然的弯曲弧度。坐垫这边收的也是比较窄的，所以说很利于落脚。虽然是个4缸机，宽度和体量是很大的，但是落脚性还是蛮不错的。我们给一个图看一下侧面我具体的这个落脚性以及骑乘的一个姿势。趴车，整个还是一个比较宽敞、比较舒展的姿势。另外，油箱这两侧夹持的地方都是塑料件，而且也没有明显硌腿的地方，这一点还是做的比较优秀的。这个突出的地方，趴车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手肘恰好的卡在这个位置。第一视角上面，首先这个金色的减震就非常的加分，虽然是不可调的。但是整个前面的这个盖板做的很亮眼，而且也不是那种很突兀的颜色。这些镂空和金线的这些加强筋的处理，包括表面的这种磨砂的质感，都还是比较的和谐统一，没有说做一个很亮眼的颜色去强调整个的视觉重心。那么手把按键这边还是无极老的这一套，但是力回馈和按键的键程都还是可以的。那这边有一个中锁的这个盖板，质感特别的好啊。刹车这边是一个杭特的直推上泵，建立制动之后的线细程度还是不错，待会儿我们骑起来再看。双拉线油门，阻尼感还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重手。第一视角上面这边有一个 USB-A 的充电接口，这个我觉得可以优化一下，放个功率更大的 Type-C， 而且这个造型也是比较方的，没有做到特别的和谐统一。OK， 我们通电。仪表启动的速度算是中等水平，整体的观感还是不错的，字体包括配色还是比较和谐。这个应该是用食指去按啊，哇，这个里面菜单的选项真的特别多。车辆设置退出模式的切换会伴随着仪表的切换，它的下键直接就是一键就进入这个手机互联，这个就是我说的在骑行过程中你可以很方便的去进行互联。这边长按是 TCS 的关闭和开启，另外这个也是有侧撑的，这个指示灯还是比较详细的。我们收起边撑，通电，离合，哇，启动非常的迅速。启动之后，坐垫下方是一种有鼓动感的那种震动，油箱上面震动不大，后视镜几乎是没有震动的，可以很清晰的看见后面。然后手把上面也是那种间隙比较长的那种鼓动感，油门很跟手啊。应该是有空挡的转速保护。OK， 我们挂着档来看一下，大概4000到6000有一个共振区间，前面的这个小吊牌会有一个异响。OK， 我们骑起来，先在市场里面逛一圈。滑动离合的手感也是比较适中，比较轻巧啊。离合的位置大概在1半左右，也是比较好掌握的。手把是那种比较愿意跟随你的这个倾角去做动作的这种手把。这次这个油门调得不错啊。很干脆的动作，给油就来，松油，链轮那边就有一个明显的减速动作。
因为坐垫感觉是有点前倾的角度比较大的那种坐垫，需要你手上和腿上都给到自己身体一个支撑，不然你会一直往前面溜，最后就靠在这个油箱上面。而坐垫前段又是非常窄的，所以说坐着就没有那么舒服。如果你稍微往后坐一点点，舒适程度就会提高很多。声浪还是不错的，没有脱档的感觉，就是发动机会咕噜咕噜的那种转上去。我们速度再低一点，调到怠速。好，现在是怠速。哦，这个仪表的亮度还是根据整个环境的光照来的。对，一点都没有脱档的感觉，你甚至给到6档了。看看调到怠速。好，现在是怠速，依旧可以慢慢的拉起来，这就是4缸机的优势。油门调教方面非常的舒适，不会有那种特别不适的感觉，非常跟手，而且整个动力的曲线很适合在城里面这样低速的和蠕行的时候，几乎不用换挡，给个3档就完全足够了，甚至我3档起步都行。虽然在转速表上面看起来感觉整个转速不太稳定，但是体感上面来说是没有任何的波动，还是非常稳的一个油门。另外，这个换挡的脚感还是不错的。首先行程比较长，而且能够给到比较好的这种回馈，比较清脆的一个打档。因为在这种低速的情况下，这个车控制起来并没有那么的笨重。中低速情况下的这种刹车啊，刹车上碰给人的手感还是比较线性的，中低速这样刹，前段就能够提供一定的制动力，而不至于像西湖那种一下就爆死的感觉。前面的卡钳给的是2个 M4.32 的卡钳，整个制动力还是非常的充足的，看，然后后面给的是日清的下泵，整个前后的上泵手感和脚感都还是那种非常线性，能够很精准的控制的一个上泵。ABS 出来的整个弹手的感觉也不是特别的猛，基本不会影响整个刹车制动的表现。操控的表现，刚才说过，整个前轮是很愿意跟随你的动作去做出响应的，但是受限于发动机的体量在那儿摆着，所以说并不能像更小排量的4缸机那么轻盈的去翻身，还是得你的身体提前给出一定的这个预判的动作，它才能够跟随你的动作去做倾倒和翻身。OK， 我们现在切换到 Sport 模式，看一下动力的表现。动力的表现还是比较线性的，会在8000转到9000转左右给你一次动力的一个急速的攀升。
高转之后，整个排气会被发动机的声音给盖住一点。现在是开启的状态啊，关闭，开启。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另外再看一下风阻的表现，趴车之后可以完全的把头部的风给挡住，风阻表现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整个造型也是偏竞技风的那种风挡。我们再看一下在这种颠簸比较多的路上面的减震表现。能够感觉到减震的调教还是属于整体的支撑是比较强的，但是它在处理这种比较大的颠簸的时候，又能够给到比较好的这种韧性。OK， 我们把 TC 关掉了，简单做个加速啊。在新手保护期内，好像整个最高转速是被限制住的。你再来看一下制动的表现啊，60左右2指。整个 ABS 的弹手动作并不是特别明显。后轮还是有翘尾的感觉。的建立还是非常的迅速，虽然是个行头的直推上泵，但是可控性和手感都还是蛮不错的。原地感觉有点软啊，但实际上真正在建立大力的制动的时候，这个上泵结合 ABS 的反馈，反而能够给到比较硬、比较有信心的一个动作。而且是能够把车给刹翘尾的，所以说前面的制动力是非常充足的。OK， 再看一下变线啊，就像刚才说的，身体得向车稍微多输入一点，你得比车提前的去倾倒下去，才能够比较灵活的去翻身和变线。毕竟4缸机的这个惯性和重量摆在这儿，当你和这个车整个的这个节奏给匹配上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车还是蛮灵活的。OK，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静态细节。那么首先，整个的造型线条非常的流畅，是有一点宝马 S1000 双 R 的感觉，尤其是侧面的鲨鱼鳃的造型和前脸的进风道以及风挡的感觉都很像宝马，这个也无可厚非，好的设计总是趋同的嘛，而且宝马又是自家的老大哥。我试的这台是一个红黑的配色，那么还有红白以及全黑的涂装，整体性和质感会更加的优秀一些。整个车的这个覆盖件以及油箱的这种漆水啊，平整度是没有问题的，漆的厚度稍微薄了一点点。然后这些螺丝全部都用的是新型螺丝，这一点是一个大好评。然后这些接缝均匀程度和细密程度，尤其这一条细部，这些都是对的非常整齐。无极的这些 logo 的精细程度，这边甚至还做了一圈这种金属的质感，这边还给了一块防烫的胶贴。整个车的壳子按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响啊，还是属于蛮结实的一个体系，甚至在下面三星的这个护板这儿也是做的比较完善的，前后都是有照顾到。尤其从下面看啊，非常平整的一个下三星的扰流。接着看侧面这个定风翼啊，无极之前说在赛道试驾的时候，这块定风翼充当了护杠的角色，果然名不虚传啊，这块的强度非常的高，中间2块这种翼片直接充当了支撑的结构，非常结实啊。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风刀，后面这边刚才说比较像宝马的 S1000啊，这种鲨鱼鳃的造型，把前面的热量往两侧给疏导开。实际上我骑下来，热量管理做的蛮不错的，没有觉得腿部的热量非常的烦人。OK， 我们启动。
开机动画还是蛮有意思，界面是没问题的，刚才第一视角说过了。这款车是有自动大灯的，所以说必须在点火之后灯光才会默认开启。在这个角度看，就已经在镜头上出现了这种光斑啊，非常亮的一个大灯。下面是一个导光片式的这种日行灯，4透镜啊，一边各有2颗，分别控制的是近光和远光。我们把远光打开看一下，近远光是同时亮的，远光从内侧起来的照射范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进入实测的灯光画面，我们现在在地下室里面来看一下灯光的表现啊。现在是近光灯，那么这个是远光啊，远光的整个照射的范围和亮度都很高，近光切线也非常的漂亮。毕竟是有4颗透镜组成的灯光系统。回到车头，车头这一块整个的一体性和力量感的造型，我觉得做的是恰到好处的。往上这个风挡也是偏竞技的风挡，上半部分是隆起的比较高的，实测整个脑袋能够完全的藏在这块风挡后面，风阻保护非常好的一块风挡。接着看这个三星啊，刚才说过是一个镂空的造型和质感都做得蛮不错的一个三星，在钥匙孔这一块也是做出了一定的精品感。如果这个斜面能够再扩大一点，边上再做一点点的这种装饰，那就会更好了。锁头的下方这一块小护板也是做了很多的造型处理，包括前面仪表两侧都是比较和谐的，没有做特别浮夸的设计，都还是遵循着力量感和工业设计的感觉来的。三星台这边是预留了太齿的安装孔位，包括在车架上面也是安装了固定点位的，应该是在官方商城或者在后期的改装市场都能够找到这一款太齿。接着看这个手把，首先按键逻辑是没问题的，这边控制上下，然后有一个 Enter 和返回的按钮，返回按钮也兼顾了 TCS 的一个长按开启和关闭。这边双闪，它的双闪是集成在后视镜上面的，后视镜的造型也是比较偏流线型，整个的力量和质感都还是很好的一个后视镜。后视镜的调节机构也是在这个镜片上面，不是在这个拐角处啊，然后也是可以收纳起来的。右手边是启动按键，然后加一个模式的切换，以及排气阀门的控制，下面有一个 Launch Control 起步的控制。不过这个车还没有出新手的保护区，所以说就没办法去试100公里加速以及起跑的控制。刹车上泵用的是杭特啊，造型会比较像 Brembo 那一套，然后前面的调节机构质感也是蛮不错的。然后刹车手感刚才讲过，是一个偏线性，能够建立比较大的制动力的一个上泵。然后接着我们看到这个仪表啊，现在的显示界面是 Normal 模式下的界面，档位显示在这儿，但是空档显示在旁边。看到有温度的显示、侧撑、排气阀门以及快速换挡模式、总计小计里程，甚至有卫星的数量和车机网络的信号。往下一按就直接进入了这个手机投屏的界面，那么按这个 Enter 是进入主菜单。那么主菜单里面感觉在这个分类上面并没有做得特别好啊，车辆设置下面下设了一排的这些功能，甚至还做了一个下一页的这个选项啊，下一页反而是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的，比如 ABS 的设置，升档提示是在多少转开始，快速换挡是打开还是关闭。然后第二个，我的车辆里面能够看到电瓶的电压、水温以及剩余的保养里程、骑行的时间，这些都是能够看到的。与此同时，在这个界面下，速度的显示这些提示标志依然是保留了。不过在这个主界面里面并没有剩余里程的提示啊，既然已经做了平均油耗的这个显示，那不如把剩余里程也做出来。运动模式的界面就是这种跑马灯式的转速的仪表，下面是车速，旁边档位的显示，该有的信息也是一个都不少。这个界面会看着更符合仿赛和现代的仪表设计一些。关电。关机画面就是一个剑霄的无极的 logo。OK， 我们接着看到下面的这个减震啊，减震是一根金丝的减震，但是是不可调的。这个前减震行程还是非常跑车化，是一个比较短的行程，比较硬，但是兼顾了舒适的阻尼性。然后可以看到前面的2颗水鸟卡钳啊，整个制动的效果就是靠这2颗卡钳给保证的。前面的轮圈镂空面积还是比较大的，为这个车的轻量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那么前轮是120
2017的正新 S3N 的这套轮胎，抓地效果非常的不错。后轮是185/55/17的轮胎，在这个排量里面上到这个180的宽度并不是特别的夸张，而且从后面看整个视觉的和谐程度也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后刹是给到了日清的卡钳啊，并没有用西户或者杭特。那么后面的减震预载是多级可调，但是阻尼是不可调的。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啊，这个减震下面的这个固定点是有2个孔位的，也就是说是可以通过把这个前面的点往后面挪一格来达到整体的坐高降低，但是又不损失减震的性能。我们换到这边来啊，看这个后面的链条用的是真核的525 SX， 链轮规格是46尺，也是为了兼顾低扭的表现。接着看前面的这个脚踏部分啊，原厂的脚踏就支持多级的可调，高度是有2档，前后的孔位是给的比较多的，以适应不同的身高和不同的骑行姿势习惯的车友。这个原厂还是比较给力的，放在其他品牌这个东西好歹给你整一个改装件出来。然后这边的护板啊，居然是个金属的，这边还做了一个切削的处理，这个是少见的无极在这种覆盖件上面使用金属，质感确实是非常棒的。前面的档杆啊，乍一看这根档杆好像没有快排，因为没有用那种称重传感器，但实际上它用的是这种霍尔传感器啊，用这种霍尔的传感器会比称重更加的精准一些。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车架部分，双翼梁的一根车架，车架侧面的这个平整程度，包括焊接的焊缝，整个的平整程度是非常好的。然后有一点这种金属闪粉在里面，这个漆面又是那种磨砂的质感，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后面坐垫下方的这个镂空还是蛮闷骚的一个设计啊，这个位置很多车厂就直接做成一体的，那坐垫下方就有更多的空间去放置一些设备，但是无极这款车没有啊，很有巧思的做了一个镂空的设计。然后后面的这根摇臂啊，也是一个非对称的结构，造型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个位置的力量感非常的足啊。后面的调节机构做的也是比较精致的，这个表面质感也是跟车架做到一个统一。OK， 我们往上看到这个油箱，这个油箱是一个金属的，可以直接把手机这样贴上去。油箱的容积是 15.5 升，对于仿赛车型来说，这样的油箱表现已经是比较好的了。油箱盖的整个造型力量感也是设计的蛮不错的，也是这种翻转式的油箱盖，整个密封的感觉和质感、厚重感都是蛮不错的。车架前面的这些焊工也是非常的优秀，质感也是做的比较统一的。它的风道是从两侧这样转过来的，两边的这个圆管从这儿直接的导到空滤盒里面去了。离合边盖侧面也是做了一个塑料的护板，做的非常的极限，贴发动机的距离非常的近，手摸上去还是有一定温度的，但不至于像发动机这边金属这么烫。这一块的夹齿感觉，我其实给你考虑的是非常大的。这个地方其实我的腿基本上都靠不到这个车架上面啊，基本上腿的膝盖都在这2块油箱和这个护板上面。夹齿的感觉也是比较和谐的，没有那种特别突兀的地方。注意到啊，这个地方其实原厂也是带有一个小的这种护杠啊，这个护杠应该里面是连接在一个支架上面，所以说并不是直接连接在发动机的吊点上面。然后下面的这些开孔啊，把4根排气给露出来，证明我是4缸。除了这4根排气，板花上面估计也是想要告诉你我是一个4缸车。好在这些板花都是贴纸的，如果觉得不是很好看的话，可以直接撕掉，去网上或者找 UP 主来定制一套你喜欢的这个贴纸拉花。我们再回到上面的坐垫，刚才说到前面的海绵的行程是比较长的，那么其实这款车后面的减震行程依旧是比较长的，而且前后挪动的幅度真的非常的大。在骑行过程中，我几乎是不可能把屁股坐到最靠后的位置的。后面的坐垫其实是有一定实用性的，尤其前半段的这个海绵还是比较厚实的，后面会稍微薄一点，但一般也不会坐到太靠后嘛。这个钥匙孔还是设计的比较外露啊，里面是没有任何空间的，只有一个原厂的工具的这个位置。前面坐垫的开启啊，也是这种翻开之后用螺丝开启，尾灯非常的有辨识度啊，看一眼就知道前面是一个无极 RS660， 这个转向灯的亮度和可视的角度都非常的到位。OK， 看到这个排气啊，首先这个排气外观的造型从这个角度看非常像改装排气，这个地方是侦探啊，质感就给的非常好了。
侧面这一块也是这种磨砂的钛合金的感觉啊，打个标就可以假装自己是改装排气了。在这儿是做了一个金属的保护罩，把这一块做了修饰。那么这一块也是无极在国产品牌里面第一次尝试这种可变声浪的技术，里面是带有一个阀门的，侧面是有一根旁通管，当阀门关闭的时候，声音是从这根管拐一下出来，阀门开启的时候，整个这儿就变成一段直通。所以说在后面的这个尾段里面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做了一个延长管，一个共振腔。实现的这个原理是在这个地方类似于节气门的一个阀门，然后2根拉线一直连到这个位置，这里面是有一个电机控制了这2根拉线的一个开启和关闭。在熄火状态下，这个功能是不可用的，只能通过通电自检来感受它的工作。我们把镜头对准这个位置，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啊，进行了一个开启和关闭的自检，来确认排气的阀门状态，回馈给 ECU 能够进行正常的点火操作。OK， 这个地方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这个后刹的断电开关是单独做了一个传感器，跟这个后刹的上泵不产生关系的话，做改装的时候就完全不用考虑上泵带不带这种断电开关的问题。那么目前是一个排气阀门关闭的状态，我们看一下它开启、关闭，能听出区别吗？现在是关闭状态，开启。现在是关闭状态。开启。可能在视频里面听着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整个声浪是有一定的变化的，能够感觉出来出气的效率会变高一些。OK， 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22660S 这款车啊。首先，售价非常的有惊喜，而且非常有诚意，37666的价格，同排量段里面都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但是无极在这个比较低的价格里面，依旧给到你了非常高的整车的完成度。Brembo 的这个卡钳，后面日清的卡钳，包括这款660排量的4缸发动机，冲压状态下动力已经过百匹了，74千瓦，而且里面还做了非常多的创新。大家可以去看哲野老师的视频了。实际效果而言，这款发动机在各个转速段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振动控制也好，出力表现也好，甚至在6档怠速都能够把车带起来，没有出现低扭特别不够的状态。推动这个200公斤的车重其实也不算太重。再到无极创新式的给了一个可变阀门，能够感觉到无极是在很用心的对待这一款车，包括这些镂空的设计，后面的尾部的这些线条，侧面的这些定风翼，这种结实的程度都是从一开始定型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在这个车上的，完成度非常的高，价格非常的有竞争力。那么跟它的竞品比起来，这一些4缸的车型，首先整个发动机的完成度是更高的，然后发动机里面运用的技术和所做的这些优化改进也是能够体现到整个车的运行品质上面的。另外就是无极在质量把控方面，可以看到上3星上面就有它的 slogan Far Beyond Quality， 那就是说无极对自己的品控以及整个车的品质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也提出了1年的免费的道路救援，直接赠送给新车主的。那么从厂家的状态来说，就能够感觉到他在用心的对待这些产品，对自己产品的一个信心是非常足的。
潜在的用户画像，我觉得应该是在慢慢的步入成熟，需要更大的排量来满足自己更高的驾驶需求和水平的时候，需要一个更猛的动力和更稳重的一个车身的操控。那么这一款冲压状态有100匹以上的中排量的仿赛，可能会更加的适合这一部分的车友。